姑娘抬起头，满脸泪痕，哭得眼睛红肿，看到他这只样貌特别的鸟，抹了抹脸，对他一笑：你是在安慰我吗？身后的日光闪耀，晃了谁的眼？夜空本没这个意思，只是被他一人在此引了兴趣，却在那姑娘用手指点他的头的时候没有闪躲，反而用头蹭了蹭他的手。看那姑娘破涕为笑，心想也罢，安慰下小姑娘也不错，便又叫了几声。小姑娘高兴，继续逗他。这俩一人一鸟，竟也待在一起玩了不少时间，直到小姑娘许是饿了，从挂在腰间的布袋里掏出一个馒头，本想一口咬下，却先用手撕了一些下来，小小的揉成几个团，撒在夜空面前，道：抱歉了，小鸟，我今日也就这个馒头，只能分你这一点。说罢便自己吃了起来。夜空本不需要这些吃食，山上不缺食物，却是不想凉了这份心，也低头吃了。那姑娘倒也挺安静，相顾无话，只是面色并不怎么好，夜空便静静陪着她。待到日头西斜，小姑娘站起来，拍拍自己穿在身上有些破旧的裙子：小鸟，我该回去了，谢谢你陪我。不知她经历过什么，小小的脸上竟扯出一点落寞的笑容，和夜空道别后便走了。夜空悄悄地跟着，气息全开，直逼退想靠近小姑娘的山野精怪，一路护送，直到出了林子。此处偏僻，山野精怪颇多，我担心她一个小姑娘会出事，便一路跟着。想来也是偶然相遇而已。可过了几日，她又来了。那个姑娘这次没有哭，看她飞过来，又是一笑，便又是那样。姑娘也安静，夜空就换着法子逗她，盘旋她头顶歌唱，或停于肩膀手上轻声鸣叫。之后那姑娘几天就跑来，一坐便一下午，久而久之，一人一鸟似成为朋友般，无话但默契。小姑娘长相可爱，可面色并不怎么好，每每看到她，也是一天一个小馒头，还总要分一点给她。夜空道：她散发的气息很低，许是身体并不怎么好，这种人最是吸引妖魔鬼怪，所以每次我都悄悄送她出林子。然后有很长一阵子，夜空都没有见到那小姑娘来了，而她却是习惯般，每日下午都会在山脚徘徊。她不来，她便等，说不清的情绪在心中滋长。过了好久，也许也没有多久，只是他的心里觉得久，终的见那姑娘再次出现。他兴冲冲地飞过去，却见得她脸上肿起，伤痕累累，分明是被人打了。夜空只觉得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情绪喷发而出，他内心愤怒极了。但小姑娘见了他，又是笑起来。夜空才意识到，在他面前，自己一直是只鸟，愤怒又如何，连他发生了何事都不知道。心里便暗暗决定，待会送他回去，再看看他发生何事。只远远的看，不和人牵扯太多，没事的。小姑娘还是照旧喂了他馒头，许是偶尔牵动伤口，会捂一下脸。夜空担心的飞上他的肩头，在他脸上蹭了一下。小姑娘笑了一下，道：小鸟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来了。夜空心跳都似停了一拍。他们要将我卖了。小姑娘每次对上他都是笑脸，难得难过的道：说是镇上有钱人家要买小妾，可我不想去。我不去，他们便打我。我决定今夜便出逃。穷苦人家吃不上饭，忍痛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，更何况这小姑娘一直以来似乎并不受疼爱。几句话，他们便推论出她的处境。我本只守护这方，不能离开太久，但是我实在放心不下这小姑娘。出逃又谈何容易？对一个小姑娘来说，外面不定是世外桃源，反而是龙潭虎穴。夜空送她到林外，又回了自己的住处。可那姑娘刚才离去的落寞背影在脑中挥之不去。眼看夜幕降至，不安的情绪占满他的心头。他起身去找了大哥，一开口不是别的，却是辞行。他大哥怒极了，两人一言不合大吵起来。大哥拦不住他，神色凝重，对他说得清楚：你我的职责便是守护这方山脉，你若擅自离了这处，必将受到惩罚。夜空，你可知道？我知道。夜空当然知道，但心里去意已决。对不起，大哥。夜空向大哥慎重地行了一礼，化作鸟形，匆匆飞去。听到此，魏无羡眯了眯眼，看身前这眉目俊朗的鸟人，问他：你爱慕着他？夜空笑了笑，道：或许吧。便又将故事继续。他一路循着那姑娘的气息，飞得着急，心里想着：如果待会在他面前显出人形，会吓到他吗？那姑娘会接受他吗？不管如何，他一定会护着他的，让他远离世间苦楚。
飞到一户人家，却是夜已深，就见有个窗户悄声打开，窜出个瘦小的人儿，正是他在找的小姑娘。小姑娘很是聪明，在窗沿边堆了堆布，引掉了开合间的声响。看他蹑手蹑脚的背着个小包，夜空不禁心下一笑，默默施了个数，这家人全部沉沉的昏睡过去。别说小姑娘这点声响，就是打雷也不会醒。这才飞到那姑娘面前，显出人形，出声唤她。小姑娘却是闻的一声清脆鸟叫传来，抬眼看到她，高兴的笑容绽放。小鸟，你怎么来了？和我一起走。月下夜空抖着亮黑的羽毛，明白了惩罚是什么了。夜空缓缓道来，在那姑娘眼里看不到我的人形，我将永远是只鸟。在爱慕的人面前永远显不了形，这是多难受可悲的事情。可是夜空看着那姑娘的笑脸，义无反顾地跟在那小姑娘身后，毅然飞离自己的居所。太惨了吧，你这样不更加难受吗？魏无羡不懂那种求而不得、无望等待是多么大的苦楚。若对方是蓝忘机，而他爱而不能说出口，他想都不敢想。这么想着，不自觉地向蓝忘机靠近了些。蓝忘机心下也似想到了什么，扶着他的腰的手紧了紧。夜空却摇摇头，不，于我而言，爱并不一定要占有，能陪伴便好。似又想到了什么，莞尔一笑。我陪了他整整60多年，看他成长、结婚、生子，过得幸福美满，最后送他走完一生，我很高兴。姑娘名阿苏，没啥文化，看她通体黑色，头上却有火色羽毛，也算作彩色，便唤她阿彩。每每想着阿苏笑着唤她阿彩，她便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，哪怕只是只宠物，哪怕只能晨起夜半时清脆的叫几声，在她无论开心难过、兴奋失落时，一直陪着她，她内心很满足。那你找我们，所谓何事？他守着的人离世以后，他想去寻以前和大哥一起的那处山头。不是从没有想过，虽总会想起，却每每强迫自己不去思念，不然怕自己忍不住便坚持不下去。他一直心里默念，大哥很强，自己也没问题的，但是这姑娘不行，需要他的陪伴。然而当他在想回去之时，夜空才发现惩罚远不止于此，他再也寻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希望2位仙师送我回家。若我们拒绝呢？修仙之人本只为了给人类除祟，却没理由帮助妖邪实现愿望。夜空突的化为黑色鸟形，却不像陪着阿苏时的小巧体型，比人还大一些，脸孔扭曲，大吼一声：你们已经陷入我的幻境，不答应就永远别想出去！哈哈哈哈！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，一人举笛，一人举剑，重重地向眼前的大鸟头上敲去。周身景物恢复，夜空立刻显回人形，抱头蹲下，带着哭腔：我怎地也是几百年修行，你们就不能给点面子？痛死我了！两人一阵无语。若说是100年修行，夜空这灵力明显不对。魏无羡皱起眉道：你这气息。夜空还蹲着，收起一派调笑模样，面色落寞道：是的，我就要死了。他本是靠着灵山才得以修炼成形，离了灵山那么久，他的灵力再也支撑不住了。魏无羡扶额，感觉头有点痛。这位，不是我们不想，我们也没那么大本事送你回去啊。你们2位有我大哥的气味啊！魏无羡吃惊一声。夜空点点头，又道：虽然很淡，但是我绝不会认错我大哥的气味。阿苏过世后，他在人世间兜兜转转几十年，寻不到家，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线索。直到前一阵，无意间闻到大哥的气味，便着急寻过去，见得他们2位被困于林中，便出声相助。即使灵力所剩无几，也要一直跟着他们。他好不容易才遇到和他大哥有联系的人，激动的紧，实在要抓住这点机会。可是他现下连9飞都支撑不住，实在没得办法，只能出声求助。魏无羡只感觉头更疼了，他俩就看着眼前这个大男妖，眼里含着泪，一脸委屈看着他们。魏无羡看向蓝忘机，只见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他也知既然曾受夜空帮助，夜空这事他俩是肯定会应下的。魏无羡老实对夜空表示，他和蓝忘机因为失忆，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，若夜空不介意，他们可以试着帮他找找。夜空激动的欲跳起来抱住他，蓝忘机往前一跨，身形挡住魏无羡，眼神波澜不惊，身上冷气全开，冻得夜空一个机灵，立刻僵在原地。首先便是询问夜空要找的大哥和住处有何特点。夜空激动非常地道：我大哥非常强大，形象也很高大，和我完全不一样，是白色的。
两人看夜空身量不低，比魏无羡还高。若是他大个比他还高，约莫得有蓝忘机的身量，甚至更高。那么大一只鸟妖，修行几百年，许会留下记录，便决定飞书回云深不知处，询问一下泽无君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